韩国汉江奇迹那是真的奇迹，堂堂母亲河居然被测出伟哥超标。先不说韩国人到底行不行，但需求是真的高。不过也难怪，一年超200亿美元的嫖资，每5个男的呢就有3个拔过萝卜，而且平均每月拔4次，力压老前辈日本，荣登亚洲第一色情国。关键韩国也进黄啊，出钱出力，结果却越禁越有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，与朝鲜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为5144万人。要问亚洲哪个国家搞色情厉害，日本是不行了，韩国才是真正的 No.1。毕竟那不是谁都能从自家的母亲河里检测出伟哥成分超标，甚至伟哥含量呢还在不断的升高。同样增高的还有每年的性交易额高达14万亿。从这2件事就能看出，人不行是一方面，色情行业的发达是韩国人需求高的另一面。有数据统计，超60%的韩国男人呢都嫖过，也就是说，每5个人就能拎出来3个。为啥会这么多？除了他们本身就好这一口外，还是因为这成了韩国的默认文化。比如说朋友聚餐或者签合同的时候，韩国男人往往都喜欢约在风俗场所，这是为啥？按他们的说法是，这样很容易就能打成一片。要是不去的话，别人不仅会觉得你是个怪人，刻意孤立你，哪怕刚刚还相谈甚欢的客户也会马上变脸，项目也会直接黄掉。因为人家认为你不带他去就是不尊重人，只能说韩国也是够抽象的。为啥韩国风俗业会这么夸张？想要知道为啥这么夸张，就得先知道韩国的风俗业究竟是怎么来的。很简单，日本带起来的。当初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时候，日本一边在全半岛呢强抢妇女去做慰安妇，另一边又满世界宣传只有服务好他们才是活下去的唯一出路。而当时的韩国女性呢，文化本就不高，一通忽悠下，还真以为只要去卖身体才能活下去。等到后来日本走了，韩国女性还以为自己终于能过上好日子了，结果美国大兵来了。当时的韩国穷啊，要啥没啥，但自己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，他们可以从那些大兵身上赚钱呢。至于怎么赚，当然是靠女性身体了。那时韩国政府呢，不仅没有废除风俗业，甚至还主动的把韩国女性洗白白，仔细检查后扔到美国大兵床上，甚至为了服务好美国大兵，还专门开设了特长班，教一些动作啊技巧。完了整天还对那些女性说啊，你们这是为国奉献，是伟大的，还给他们取了个外号，什么杨公主啊、美韩民间外交官等等啊，搞得当时无数女性削尖脑袋都要下海呀。因为服务好的话，不仅能拿到不菲的报酬，还能获得荣誉。为啥说韩国经济有韩国女性身体的一份功劳？超100万人从事这项行业，每年收入更是占总 GDP 的5%，比韩国农林牧加起来还要多。等到韩国经济起来了，不再需要女性出卖身体赚钱，当地政府这时候呢想要取缔风俗业，却发现根本取不了一点，年年扫黄，结果却是越扫越黄，参与的人反而更多了。韩国巴掌大点的地方，风俗场所有近5万家，从业人数庞大到难以想象。就说1988年的奥运会，当时的韩国为了塑造自己的国际好形象，就开始大规模扫黄。然而不仅没效果，反而因为举办了奥运会，给风俗业招揽了不少的客人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等到2007年，韩国政府一口气关了上万家店，抓了几10万从业者回来，以为这次能够连根拔起。但没过多久，原本的线下店也转到了线上，开始网上接单上门服务。而政府的严厉扫黄也给了韩国人不一样的刺激，间接的促进了韩国风俗业的发展。为啥韩国风俗业就是扫不掉啊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赚钱呢。每年几百亿的收入，全国收入5%的 GDP， 这是一笔相当丰厚的利润。作为财阀治国的国家呢，怎么可能放弃呀？只要有暴利，就永远不缺铤而走险的人。再说了，真要取缔，估计韩国人自己都不会答应。超60%的韩国男人嫖过，甚至带去嫖，还成了韩国人一种独特的社交文化。你不去就会被归为异类。为啥韩国汉江会出现伟哥成分超标的情况？韩国人自己说是工厂泄露，但其实呢，因为有些成分高的地方呢，就是风俗场所的聚集地，所以呢，用药的机会也多。正因为各方的因素，韩国风俗也想要被取缔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，至少现在是不可能。虽然风俗行业短期能带来巨大的收入，但要是失控，那将带来惨痛的代价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色的小手赶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